其实我们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。当然，最主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，对吧？那么，美国川普总统上台以后，他搞了一个禁牧令，很快因为违法是吧？联邦法院大法官判决无效，在全国范围内都不可能得到实施。而且像川普这样，即便是针对民主党的一些议员那几个女议员说的一些话，最终都只能是说一说，而且反过头来被攻击得很凶，涉及到难民、移民，一不留神就搞到种族歧视，搞到人权上去了，所以搞得很累。在欧洲也是一样，欧洲有许多国家，他们内部定的这些条条框框不能碰的，比美国更多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德国，大家都在反映，网络上的审查非常厉害。那么 HBO 专门拍了一个电视剧，叫《穿越者》，它不能正面的反映目前欧洲涌入的难民以及文化上的冲突，是吧？宗教观点上的悲剧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拍了一个科幻剧，来从另外一个侧面反证这个问题。按他电视剧拍的这种表达，涌入现代欧洲生活的这些人，他不是由其他国家来的难民，而是原先就生长在这片国土上的古代人，1000年前的，是吧？2000年前的。其实任何一个年代都有自己的烙印，与现代人、现代社会发生冲突就很正常了。欧洲人一直在反思，他们目前做的对不对？今后会往哪个方向去调整？是试图用文化上的包容来面对这一切，还是用其他方法来调整现行的政策？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定论。那么在中国呢，我们不比别的国家更轻松。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人，我们中国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一些影视作品很多年前，可能10几年前，有过一部电影叫《天狗》，它反映的是农村，反映的是一个护林员。那么这个护林员，他其实阻碍了全村人上山砍树，最终在村民送给他的这些礼物被他一家一家退还回去的时候，村民给他设置了很多障碍。然后你要去打水，水井被别人承包了，你打不了水。那么你要买生活用品，村里的小店卖给你的价格会很高。甚至一直把事儿闹到他用生命来捍卫他的职责以命换命，把当地的这个3兄弟拿枪干掉之后，上级来查了，村民是在确信这3兄弟都死了以后，才把事儿和盘托出。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，利益；二，其实每个人心中的恶都是被压制住的。当他有机会把它换成钱的时候，很多中国人他不在乎把心中的恶体现出来，既没有道德上的约束，也没有法律上的这种压力，更没有文化上的羁绊。这就是目前的中国。我们一直在说共军怎么样怎么样，其实反过头来说，是个中国人都能感觉到，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是从俄罗斯空降来的。他即便引用了源自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，但是结合到中国本土的还是这帮中国人。中国人历来重视读书，每一个阶层士农工商都能进行角色上的切换，学成文武艺，或与帝王家。许多中国人都在希望让自己能有上进的机会，即便已经很困难了，还是有人削尖脑袋。当他没有这个能力进入统治者的行列，不能去光明正大的重新分配全民创造的财富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还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，把身边的资源换成钱，改善自己的生活。在这种时刻，他们认为他们都是无辜的，他们是被这个社会所压迫，在压迫之下做出来的应激反应。没有人去思考他们做的是不是对的。当一切要被清算的时候，他们有多大的责任？没有人去研究它。我们知道，在绝大多数国家相对和平一点的环境中，人们都有一个约束自己的东西，无论是宗教还是乡规民约，是吧？社会道德。那么在中国，它已经被摒弃掉了。70年来，大家已经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了。我们知道，绝大多数国家出现问题都是民族之间的问题，外来民族外来人口过多带来的这种文化之间的碰撞。但在中国其实真的不是这样，即便把少数民族撇到一边去，仅仅是汉人之间、本民族之间，这个问题你就解决不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什么人觉得自己是应该进行反思的，个个都认为自己常有理。中国在这种环境中，整个社会非常浮躁。那么像习胖这样的领导人，他从上台开始，他就明确的开倒车。在中国其实一直是有社会基础的，无论是原先那帮红卫兵，是吧？文革的余烈，还是现在当权的这些人，现在当权的这帮人，其实都是文革的受益者。你深入到乡间，深入到城郊结合部，很多农民他巴不得中央把这个扶持农业、扶持农村开设一些农村工作的学堂。现在连
这个中国人民大学都开始搞乡间课堂了。现在提倡什么？天人合一，把中国的农耕文化重新又抬了出来。其实我们知道，舆论先行在中国已经进行了至少70年了。70年来，共军不断的在更新他们对民间的这种思想的引导，他们给社会的各个阶层，即便你现在还没有获得利益的，没有获得巨大的利益的，他先给你画个饼，并不是说中国的问题一夜之间就可以解决的。我们现在遇到很多问题都是在历史中曾经发生过，现在又开始回溯。文革重来一遍，大家认为这个基础没有，觉得不可能，但是这个基础在中国真的有。中国目前的问题还真不是外来文明冲击的问题。中国有很多精明的人，有很多非常非常精明的人，精于算计的人，他们总是在时代的缝隙中找到一些他们能够发家致富、能够改变人生的机会。他们从来只是找一个让自己翻身的机会，而不是去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让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，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走上一个正途来挣钱。其实目前没有，全社会也没有这种环境。所以在中国呢，不要奢谈能够改变什么。我们现在最急迫的应该是能够公正的审视一下自己，看看我们到底缺什么，我们什么地方走错了，为什么共军能够统治中国70年，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明确的在全社会中有这么多人在拥护他。中国人只有看到经济利益，自身的经济利益受到伤害了，才会想起来这事儿有点不对，是吧？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？不行，我们就推翻它吧。那么现在如果没有欺负到你头上，你可能就会默默的忍受它，一边忍受，一边还在盼望有没有机会，能不能找到机会让自己钻一个空子。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非常大，而且是全民性的。我们知道有很多人非常急迫的希望中国能一夜之间发生巨变，但是这个巨变呢，它是遥遥无期的。可以说，即便出现了变化，大家可能都睁个眼闭个眼，不去搞清楚原因在哪，总是认为时代在前进。其实前进的从来都不是所谓的时代，而是人们能不能在这种体系中继续维持它的运转。当整个社会的运转陷于停顿了，需要转变了，发生巨变的时候，即便流了很多血，那么幸存下来的人也不会去找原因，他们会欢庆。一个不会反思的民族，其实在整个现代社会中始终会活得格格不入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